就很適合隨身搭班嘛，這台車怎麼樣？是不是很適合我？它今天就是我的最佳配件 ，SYM 的 CLBCU 啊。你怎么知道？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車媒。好啦，也是啦。虽然你是車媒，但你今天輸我了。我跟你說，可是 SYM 資深車主是有多資深？20年。哎呦，20年，我騎他們家的機車20年了。哇，真的是看不出来哎。啊，謝謝你哦。那我觉得我今天会選擇它呢，主要是它有幾個點是我們女生非常喜歡的地方，像是你看外形，女生第一考量嘛。那再來是它的配備，還有它性能。這3點一定是我們最重要的選擇。再來是我特別喜歡它的外形的一個地方，就是你有沒有覺得它很像蜂鳥的仿生感？這輛車在研發的時候就是以這樣子為發想去打造出 CLBCU 的。沒錯，我覺得它是想要跟復古車款做一個區隔，讓我們女生有更多的選擇。比較現代，比較摩登一點點。沒錯，而且我覺得像小改款之後，它的顏色上來新色水光粉啊，漂亮。另外一個應該是你會喜歡的，跟你的皮膚顏色有點像。什麼叫做跟我皮膚顏色有點像？你說摩卡中哦？你又知道了？當然知道啊。對，但是我覺得它還有其他顏色可以選，畢竟我們女生在挑車款，像以前我們那個年代車子就只能選黑色啦、白色，要不然就是紅色啦。但現在這麼多車款，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有更多選擇，是一件好事。有沒有聽到今天他的陳述就知道央林是有一點點年紀？哎呀，可是我跟你講，很多人也會選擇升級 Keyless 版本。對，因為另外3種顏色就是以 Keyless 版本為主。如果想要知道他們的顏色跟車子的資訊的話，都可以到 SYM 的官網去了解更多喲。你在含笑半步癲啊？確實啊，我認為CLBCU 的存在就像是 SYM 為燃油車款開闢了全新的機具，不僅僅是出門的交通工具，同樣的也是適合現代女性穿搭的時尚配件。好啦，平常找你來玩你也不來，然後現在呢騎到的新車就直接跑來基隆。騎新車就是想要多騎它一點啊，不是嗎？當訓車啦，那只是你接下來有想要去哪裡嗎？今天也蠻熱的，有點想要吃冰哎，有沒有好吃的冰啊？遠東泡泡冰有沒有吃過？我有聽過，可是我沒吃過，聽說很厲害。好啊，在市區裡面啊，那是不是要騎車？對啊，停車比較不方便。你看，有22.5公升這麼大，可以幫你配一個安全帽。好啦，我載你啦。真的很少被女生載耶。是不是很難得？這台車超級輕的，全車才94公斤而已。對於女生來說的話，她在騎乘上，不論是轉向啊，或是過彎啊，都是真的輕鬆駕馭。雖然說我手指頭已經夠長了啦，像這台車啊，它的手把跟剎車距離只有75mm，所以即使你今天是小手的女生，也很好操控。而且我跟你說，我最喜歡這台機車哪裡優點，你知道嗎？就是它吹油門的手感是非常好的，再加上它車體本來就偏輕，所以我們在吹油门的過程中啊，你整體騎乘感受會覺得非常的輕盈，沒有負擔呢。確實啦，這個也是 SYM 在設計這輛車主要的用意啊。講到這個，有時候啊，我們女生其實在停車的時候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架中柱。如果車款太重的話，其實架中柱起來會非常的痛苦，而它完全不會。它的省力中柱設計也真的是蠻棒的。看我這樣騎有沒有都可愛起來了？好草莓。而且是真的草莓。对，我以為它是，你知道濃縮草莓嗎？可能。它是真材實料的草莓。遠東泡泡冰所有的水果口味都是台灣在地的水果製成，像草莓就是大湖的草莓。難怪，它的草莓香氣還蠻夠的。記得上次我們騎 SYM 的車，我們也是在吃冰。對。這次也是吃冰，好像變成一種慣例了。對啊。它這冰的口感超特別的，像我們既定中的泡泡冰啊，它可能會再稍微水一點，但它這有點接近那種意式冰淇淋，又帶一點古早味的泡泡冰的感覺，口感蠻特別的耶。截然不同，包含跟一般的冰淇淋來講，你會覺得它更加的絲滑綿密。因為其實啊，台灣會有這麼多特殊的冰品，尤其是傳統認知上的古早味冰淇淋，又或者是像現在我們吃到的這種泡泡冰，這個都跟台灣人制冰的歷史跟吃冰的歷史是相輔相成的。
所以吃一碗冰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歷史故事的意思嗎？对啊，因為在清末，冰是奢侈品，這個可以理解吧？那當初呢，其實是會把冰從海外運進來台灣的。那台灣很熱嘛，大家都知道，所以其實是有這方面的需求。日治時期制冰的設備日益普及之下，才讓這樣子的技術在台灣落地生根。譬如說啊，1896年的時候啊，台灣知名的茶商李春生就跟英國商人合資蓋了制冰廠。另外啊，還有像日東制冰株式會社這樣子的單位。雖然當時制冰主要來講是為了原物料保存、漁業等等的一些原因，可是呢，也因為有制冰，所以延伸了一整套的夏日經濟圈。夏日經濟圈，那不就是賣冰淇淋、賣冰品嗎？对啊，從清冰、剉冰到冰淇淋，這一整套的脈絡下來，還因為台灣當地物產的關係，所以有屬於我們自己的冰品。這樣聽起來，感覺那時候賣冰的人應該也是蠻多的。據1911年台灣日日新報的報道，當時光在台北市賣冰的人數應該就超過500人以上，就跟那個便利商店的概念是一樣的嗎？蠻接近的。對啊，甚至當時的警備科都很難以掌握確切的人數，所以500人還只是一個比較概括性的數字。哇塞！所以在那個年代賣冰真的會賺大錢呢。就是因為這樣子，所以台灣才會有一句俗語叫做"第一杯冰，第二做一切"。冰還在第一位。對啊，比當醫生還要賺錢。可是剛剛聽完你前面說的那些歷史，我還是沒辦法去解釋說遠東泡泡冰到底跟一般的泡泡冰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啊？吃起來不一樣，對不对？对啊，因為成分跟我們熟悉的冰淇淋基本上是不太相同的。我們都知道嘛，美式冰淇淋它要維持口感跟結構的來源是奶油。对啊，意式冰淇淋呢，則是牛奶。但像遠東泡泡冰，或者是我們台灣熟悉的古早味冰淇淋，因為在進入2戰期間，原物料開始缺乏，但是冰品業者還必須要想辦法生存，所以呢，他們就嘗試採用像地瓜粉或者是洋菜這樣子的配方來取代裡面應該要有的奶油或者是牛奶，因此澱粉系的古早味冰淇淋就此誕生。那就是屬於我們台灣人的味道哎。對啊，它就是利用植物膠體製成。很聰明哎。而且我剛好發現啊，1955年，該不會是遠東泡泡冰成立的時間吧？對啊，遠東泡泡冰是在戰後1955年成立的。那當時為什麼會叫遠東？是因為它的所在位置是位基隆車站旁邊遠東戲院的對面的攤位。哇塞，歷史久遠呢！我媽年輕的時候都吃過。真的假的？不過呢，當時吃到的冰跟現在的有一點點不同哦，因為它的特色是在於攪拌。當時的創辦人發現，大家在吃冰的時候會把料跟冰拌在一起，所以呢，他就決定改良剉冰機，直接在製造的過程當中就把冰花跟原料拌在一起，所以這就成為了早期遠東泡泡冰的雛形。難怪他說泡泡冰的始祖就是這個攪拌的過程啊，它可以讓空氣融入在裡面，不但可以讓口感變得更加的綿密，而且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它在裡面放了洋菜。那因為基隆這裡是靠海，我們有漁港，洋菜呢可以說是漁業的副產品。據說在早期的記錄就可以發現，台灣人的冰品會放置洋菜來增加口感。那這個也可能影響了遠東泡泡冰的配方。哇，沒想到一碗冰還有這麼多故事！天哪，你腦袋都裝了些什麼東西啊？你這樣腦容量不會爆炸嗎？腦容量不會爆炸，但是我會覺得我自己學識淵博，而且就是因為剛剛提到的配方，所以呢也會讓遠東泡泡冰吃起來的口感又跟傳統的古早味冰淇淋不太相同。這樣講好像也是，我記得我之前有吃過宜蘭一間非常有名的古早味冰淇淋，它好像主打口味是芋頭，但它花生冰也很好吃。我看你吃花生，我想說啊，不然敢不敢衝一波？我們就騎機車衝過去了。啊，因為我有點累，所以等一下就給你騎。敢不敢？好，就這麼定了。我先去牽車。最終我還是脫離不了載你的命運，怎麼會這樣嘞？騎一下嘛，讓你感受一下，你覺得怎麼樣？但坦白說，真的蠻好騎的，它超級順的哎。對不對？
而且很輕巧，非常好駕馭。就算是雙載，我覺得也是相當的靈活。你有沒有覺得它的腳踏板空間很大？對啊，因為它有264 mm， 這個我覺得蠻棒的。就是男生來說，腳也比較大一點點，可是騎這輛車的時候，你也不會覺得太過的緊湊。真的，而且你看哦，它前面也有杯架可以讓你放飲料啊。最重要的是，它有充電頭 USB， 可以讓我們邊騎車邊充電。我個人也有很喜歡它一個小細心的地方，因為像我們女生有時候東西真的太多太零散，大包小包的啊，它有一個防跳脫掛鈎的設計，耶，掛上去東西都不用怕它會掉出來。這一點確實蠻重要的，不然的話，有些時候你有沒有看到那個雞排珍奶就灑在地上？我還看過很多人的水果都在地板。對啊，在地水果。那我覺得這一輛車另外有一點也蠻適合你的，就是它本身的座高也比較低。哦，对，沒錯。對，像你這種比較嬌小一點點的女生的話，駕馭這樣的車相對來說也會更加的輕鬆。你剛剛是不是想要說我矮啊？哎呀，我收了一下那個詞。但不過你沒有發現啊，就是這輛車異常的省油。我相信你騎到現在應該加油的次數非常的少。好像是我們剛騎了一段路了，但好像油表都沒有什麼在動這個啊，其實也就是 CLBCU 另外的一大特點，它的引擎是採用 MS 雙火星塞點火技術，就是引擎本身它具備主副各一支的火星塞，所以一共有2支分別負責不同的點火時機，形成了所謂的意時點火，讓燃燒室裡面產生更均匀的火花，燃燒的更加的全面。那自然呢，油耗表现就会更加的提升了。因為任何一滴油都沒有浪費，那這也讓這輛車啊創造出平均油耗每公升 61.8 公里，而且搭配 6.5 公升的油箱，並且實現日常騎乘的過程當中25天連續不需要加油的戰績。不可能吧？你現在才知道自己騎了一輛多厲害的車啊！省油很吸引我這部分是大大的優勢而且不是只有這樣啊，我們可能會覺得省油嘛，那但是騎乘的時候力道表現可能會不太充裕。但是不論是我今天實際騎，或者是它的賬面數據高達 9.6 PS 的成績，即便我們現在要前往宜蘭都相當的輕鬆。所以不是只有配備上面讓這輛車輕盈無負擔，連油耗表現、騎乘表現都有相同的水準，真的是很棒你看哦，顏值又高。然後性能也不錯，又省油，小資族的最愛我。那既然如此，我現在油门要吹大力一點哦。好，衝啊！背痛2個小時，头髮都亂了。而且我想說，你是要帶我吃什麼花生卷冰淇淋？原來是聯發兵工坊。对啊，這間50年的老店，它其實早期不叫聯發兵工坊，它早期叫做聯發芋頭老冰店。可是它那時候其實是在街頭叫賣，就是那種把布一球多少的那一種。然後後來才開店。但它這一間你不覺得它很文青嗎？對不对？對。它其實改過，2023年才改成這樣的風格。我之前有來過，這是我第2次吃花生卷冰淇淋。你說人生第2次吃花生卷冰淇淋的部分嗎？2次都是在這邊吃。我驚呆了，我真的驚呆了，各位，為什麼有人可以人生活到這個歲數才第2次吃花生卷冰淇淋？你不要這樣，很好吃但它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講，他們家的冰品呢其實非常便宜，1球才20塊，而且他們家的冰其實它的水果是最大的特色，因為你知道我們宜蘭在地人，他就大推這件很好吃。我點的是桂圓跟芭樂，因為它土芭樂是用頭城在地的鹽水芭，香氣十足。我这次是吃花生跟芋头，所以就是非常經典的口味。桂圓，它桂圓香氣很濃郁哇，很香天哪，沒想到桂圓加花生這麼搭。今天整天都在吃冰為了這個花生卷冰淇淋騎了2個小時，突然覺得非常的值得。對，值得的，非常值得的。剛吃完了聯發兵工坊，我覺得這個冰真的是以後吃美食一定要聽宜
宜蘭在地人推薦的，其實我之前就已經吃過一次，只是沒有吃花生卷冰淇淋。那其實這樣的路程雖然講實在也有點遙遠啊，但我覺得騎乘的人來說的話，我自己會覺得小小一台輕巧，騎起來非常的舒適，龍頭也比較輕，所以我們可能在過彎轉向比較不會有壓力感。我覺得這樣一趟路程雖然遙遠，可是我覺得值得，畢竟騎着那麼粉嫩的車，吃着粉嫩的冰，搭配可愛的穿搭。不過這樣子整個下來又聽了關於冰的故事，我其實也發現說，其實造車跟制冰是一樣，都是需要很豐富的經驗啊，跟技術累積下來，才會讓我們能夠得到可能像現在吃到那麼美味的傳統冰品啊，又或者是好騎的車這樣子。那冰吃完了，我們現在人也在宜蘭了，接下來是要去羅東夜市，還是要做什麼？沒有啊，時間差不多了吧？我要回家了。我花了2個小時騎濱海公路來到頭城，你跟我說現在要回去了？對啊。那我們要怎麼回去？不然騎北宜，你覺得怎麼樣？你騎北宜，那我要怎麼回家？你騎啊。就我骑。